Hello， 大家好，小丽。Hello。我去年做了我的第一个脱口秀专场，有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很惊讶，他说：“啊，你在说脱口秀啊？”我说：“对呀，不然这么多年我靠什么吃饭呢？”他说：“你不是一直靠啃老吗？”我说：“也不全是，我自己也挣点儿。而且我发现啃老这个事情贵在坚持。”你20多岁的时候跟父母住在一起，别人说你啃老，你不要放弃，坚持啃。啃到我这个年纪40多，啃老就变成了陪伴。我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女儿了。我来自于一个4口之家，我妈、我弟还有我爸。虽然说是有一个弟弟，但是我们家特别的重女轻男。很多朋友去我家玩了之后都会说，觉得我爸妈对我弟特别的不公平。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家务活都是你弟在干呐。我说为什么要公平？我觉得重女轻男的家庭挺好的呀，我跟我弟都很好，我弟勤劳体贴，我自以为是。这2种品质在我们各自的性别里面都很稀缺。虽然是在家里很受宠，但是我也不是我们家权力地位最高的人。我们家权力地位最高的人是我爸。我爸真的特别离谱，他从小他就不许我问问题。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什么都要问，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无知。那个时候我刚上幼儿园，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觉得我无知。他还不许我笑，他跟我说，他说男笑痴，女笑怪。男笑痴，女笑怪，你们听过这句话吗？没有是吧？因为这是他自己编的。但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在家里笑，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出去笑。邻居们都在传，楼道里总是有奇怪的笑声。我爸就是那种他自己不开心，他就希望别人也不开心的人。我小的时候他老是出差，每次出去他都会把家里的闭路线带走。闭路线就是接收电视信号的线，他就怕他不在家，我们看电视看得太开心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在家，我们已经很开心了。有一年过年，他回老家了，他一走，我们一家3口有说有笑。我才发现，我也爱我弟，也爱我妈，我弟也爱我妈，也爱我，我妈也爱着我们姐弟俩。我们3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呀。我爸脾气还特别差，老是无缘无故发脾气，还要让我给他道歉。我不道歉，他就绝食不吃饭。作为一个孝顺女儿，我只好跟他道歉。我说爸，我错了。一般家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问你错在哪了，但是我爸不会，他会立刻原谅我，因为他也饿了。然后我爸现在还变得特别爱唠叨，他现在唠叨的最多的是说我一天到晚啥事都不干。我被他唠叨烦了，我就只好在家里面装作我很忙。我怎么装？我有时候吃着饭，我突然叹气，我说哎呀，最近好忙啊。我有时候假装打电话，我为了让他听见，我说今天不行，今天太忙了。我都没有真的拿电话，我就比了个6。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爸突然问我，他说你每天那么忙，那你到底赚到钱没有吗？我说赚到了呀。然后我就开始装有钱。装有钱跟装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可能吃着饭，我突然叹气，我说哎呀，最近好有钱啊。我为了装有钱，我开始给家里买一些东西。还好我以前从来没给家里买过东西，导致我现在无论买点什么，我爸都会觉得哇，王小丽这次发财了呀。我东西买的越多，我在家里的地位越高。现在家里无论什么事儿，我都想指点一下。简单点说，我就是在家里当爹。不得不说，当爹是真的挺爽的。当爹给了我勇气，我现在我都敢当面怼我爸了。有一次我爸在家里炫耀，说他对这个家的贡献有多大。我说你贡献没有我妈大吧，我妈还洗衣服做饭呢，你一天到晚啥事都不干。他说那我要挣钱养家呀。我说我妈也有工资啊。
他说让我职称进得高啊。我说没有妈做家务，你哪来时间进职称？你都不是感恩的吗？我爸被我怼懵了，然后他突然站起来，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破防了。我没想到，我从小到大最害怕的一个权威，原来这么脆弱。这就好像哈利波特跟伏地魔说：“伏地魔，你个大坏蛋。”伏地魔就哭了。我爸还问我，他说：“那你对这个家有什么贡献？”我说：“我是这个家的长女，我存在就是对这个家的贡献。”我没有胡说哈，你们想一想，80年代在一个小镇上，一对夫妻如果没有孩子，别人背后怎么嚼舌根？你还怎么在单位立足？严格来说，是我给了你一个家。我现在甚至取代我爸，成为了我们家权力地位最高的人。那天是除夕，我们一家人都在看电视。我爸觉得电视太难看了，然后掏出手机在那玩手机。我就这样看了他一眼，他吓得赶紧收起手机，开始认真看电视。就那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知道权力的交接已经完成了。就那一天的电视虽然是难看，但我是越看越兴奋，因为我知道电视越难看，我的权力就越大。谢谢大家，我是小丽。来，小丽的锁票通道开启。其实我拍的时候稍微有点犹豫，我觉得主要是可能对比上一场，我觉得这一篇的其实笑点没有上一场的那么密集。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小丽。我其实也有很好奇，就是如何在家里面就是又啃老又做到有这个权利。主要是靠信念感。靠信念感。对，因为可能在家里比较受宠吧，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就跟我妈说，她说你要对女儿好，因为女儿是女王，所以我从小家里人就对我很好。然后我妈怀我弟的时候，听到院子里的叔叔阿姨有逗我嘛，就说爸爸妈妈有了弟弟之后就不爱你了。然后我妈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跟我爸商量说，以后要更爱姐姐，不能让她觉得被忽视了。所以一直在家里比较受宠，然后信念感强一点，就能够。这还是个很幸福的家庭。算是吧。他爸爸太可爱了，就是说你跟他说句什么话，爸爸就赌气不吃饭了，是吧？哇哼。他就会刚开始坐在沙发上，然后叫他2声，他还是不吃饭的话，他就会回到卧室，然后躺下说饿呀，然后等着你给他道歉。然后一般你会怎么做？从那门缝里扔个饼过去。我一般会先吃2口。好吃好吃好吃。然后再看他的情况，如果他还不出来的话，我就想也不能没有爸爸呀。还是给他道个歉吧，反正也不是很难。然后我就说爸我错了，然后他就会说爸爸也有爸爸不对的地方，然后父女俩就抱头痛哭，然后再一起出来吃饭。哇，太棒了，因为他是一种感觉在那种无条件的爱里长大的人哈，然后这世界的风雨都绕过你，然后他还能从这里头想出来很多这种甜蜜的负担里的这个笑话，我觉得他这个生活经历特别奇妙。是的，我拍这个灯就是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是有很多很多奇思妙想的一个人，希望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啊！谢谢。可能这一场的效果也许比上一场会差一点点，但我反而觉得这一场它内容非常好。就是我还在梳理，首先它的结构特别巧妙，里面几乎所有的角色，然后人物关系、情感的表达、逻辑、权力的关系，它都某种程度是反过来的。你看它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家是重女轻男，
他压根儿没有重女轻男呢，只不过让女孩回到了一个可能跟男孩差不多的一个角色跟位置，但是我们的得出结论就是，哇，这是重女轻男，所以他一切是反过来的，是在反讽。而且小丽，你参加完这个节目，爸爸妈妈一定开始跟贾浩一样注册号，开始跟你了。小丽真棒，肯定是。我应该不会跟他们说吧？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一点边界感，就是啊，没明白，家里没网吗？那你那第一篇一播肯定就爆了呀。因为我说脱口秀很久了，我都没有跟他们说。然后有一次，我爸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说：“你每天这么晚出晚归的，你到底在干嘛？”我说：“我在说脱口秀。”他说：“那你喜欢吗？”我说：“我挺喜欢的。”他说：“那你就好好做。”他不知道脱口秀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春晚，就是有一个圆桌，然后什么事儿？有一些人站起来说脱口秀，然后看完之后，我爸妈都沉默了，然后为什么？哎，当时演的还行啊。爸爸说我不吃饭了，哼，我回屋了。脱口秀播完我再出来，就是那会儿我开始玩手机了啊，那时候开始啊。然后我爸说，还挺好的，还挺好的哦。然后我妈就说，她说没事儿，那么难看的电视剧我都能看下去。妈妈应该开脱口秀好吗？妈妈去吐槽。更何况你还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跟我提过要看现场啊，或者是要想了解我在干什么，从来没有。所以我也没有主动说。没关系，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肯定你的爸爸妈妈一定能看到。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小丽。好，谢谢。我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啃老，虽然我啃老，但是我也不会花特别多的钱，就是钱少挣一点就少花一点。最久是10多年没有工作，我反正做什么他们都支持，就是不工作他们也觉得 OK 的，特别是我妈，她好像不需要我做什么事儿，她就已经很为我骄傲了，她不需要我做什么事情来让她为我骄傲。她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着我，我会问她，我说你看什么？她说我好为你感到骄傲啊。我说我不是一事无成吗？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可能一定要工作的压力吧。小丽姐的家庭是人间最美的一种存在啊，然后爸爸妈妈那么爱她，我觉得人无论成功干什么事业，最终都是希望有一个美满的生活，然后不管是家庭还是跟朋友，她已经活在特别美好的那个终点上了，这一生都是一个完美的一生，特别好，